一战后，英法为首的战胜国用了3招来封印德国这只猛虎：一是将德国军队削减到10万人，并销毁了所有的战舰飞机；二是夺掉了德国的天恩铠甲莱茵兰。该地区有条长达上千公里、宽达上百米的河流，是德法两国之间唯一的天然屏障，所以法军一共派了23个师守在这里。尽管这样，法国人还是觉得不保险，又在边境上修建了一条长达800公里的马奇诺防线。希特勒上台后，首先借着体育训练飞行俱乐部的名义，秘密地进行军事扩张。到了1936年，德国纳粹已经增加到了36个师、55万人，空军规模甚至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总和。根据凡尔赛合约，莱茵兰名义上属于德国，但禁止他们在此驻军设防，否则英法两国有权采取军事行动。可希特勒却一眼洞穿了英法都是纸老虎，虽然表面数据看起来很强，但经过一战后已是元气大伤，既无钱也无心再战。像1年前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时，英法作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力量也依然冷眼旁观，谁也不想多管闲事。于是希特勒号着英法的脉，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。1936年3月，他派了一支千人小队开始向莱茵兰探进。出发时他还补充了一道命令，如果法军做出反应，小队必须马上从原路撤回。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，希特勒度过了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。最终他赌赢了，法国的23个师并未做出任何的反应。收复了莱茵兰后，希特勒又兵不血刃地拿下了他的故乡奥地利。两个国家本是同文同种，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。加之希特勒一直在暗中资助着奥地利的纳粹党四处煽动暴乱，宣扬帝国统一。于是在1938年，奥地利通过全民公投，以99%的支持率同意了两国进行合并。随后希特勒将目光转向了捷克斯洛伐克。这个地处中欧的内陆国家如同一把匕首，深深地插在了德国的心脏上。刀尖上的三角地带被称为苏台德地区，这里居住了360万人口，拥有大量的重工业和能源工业。通过侵占奥地利，希特勒已经摸出了一条路子：一个国家是可以通过讹诈来吞并的，前提是这个国家的内部得先乱起来。1938年9月，当地纳粹党在希特勒的指使下，以自治的名义发动了叛乱，叫嚣着和德国合并。希特勒本想着趁乱进军，但却遭到了将领们的一致反对。他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拥有80万装备精良的野战军，且在边境上建有坚固的防御工事，短时间内很难攻破。一旦双方陷入焦灼，西边的法军势必突破防线来包德军的饺子。就在希特勒骑虎难下之时，英法两国却主动送来了一个大礼包，答应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。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慕尼黑协定。当时暗窃喜的希特勒在一张纸上签字保证，苏台德是他最后一块想要的领土，今后也绝不会和英法交战。就这样，希特勒用一纸空文换来了一块资源肥沃的领土。首相张伯伦回国后还挥舞着这张废纸，告诉民众，我为英国带来了一个时代的和平。然墨迹未干，德军便一举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。此时英法两国仍然没有任何反应，甚至觉得这个局势还不错，因为希特勒吞并的这些国家都是往东边发展，也就是苏联，所以不管希特勒如何的变本加厉，英法都听之任之。说白了就是想借刀杀人，把德国这股祸水引向苏联，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。这场老牌帝国间的权谋博弈堪称是欧洲版的《三国演义》。在英法的纵容下，希特勒的胃口越来越大，目光开始转向了波兰。数百年来，这个夹在缝隙中的小国被普鲁士和沙俄3次瓜分，在欧洲版图上消失了100多年，直到一战后才复国。当时战胜国除了将历史领土归还给波兰外，还把德国的担泽一并划了过去，这从而隔断了德国本土和东边的城市。1939年3月，希特勒以收复担泽的名义挥师东上，剑指波兰。虽然这次英法宣称要力挺波兰，但希特勒掐准了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小国来找死。此时让希特勒惴惴不安的恰恰是身后的苏联，因为德国地处欧洲中部，最忌讳的就是东西两线同时作战。一战中，德军就因为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中，以致一败涂地。所以希特勒要和英法开战，就必须先稳住苏联。而苏联最初只想和英法结盟，但却多次遭到拒绝，这使斯大林觉察到了英法祸水东引的企图。于是他剑走偏锋，在1939年8月和德国纳粹签下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，并秘密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协议。这一招连贼防贼，一下就让祸水东引变成了祸水西流。1939年9月1号凌晨3点，德国纳粹在夜幕的掩护下扑向了沉睡中的波兰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。
当时德国掏出所有的家底，投入了160万大军，配备了2800架飞机和2000辆坦克。相比之下，波兰仅有50万军队、600架飞机和900辆坦克。波兰的11个骑兵旅甚至还在用着大刀和长矛。希特勒就像香港电影中的赌神，一上桌就要玩梭哈。他早就料定了英法根本没有胆子跟。战术方面，德军主打的就是一个快，即闪电战。开战不到48小时，德国空军就使用轰炸机迅速摧毁了波兰的指挥系统和交通枢纽。波兰空军的大部分飞机还来不及起飞，便被炸成了一堆废铁。而波兰的陆军部署是平均分散在国境线上，缺乏纵深防御。坦克也遵循着老掉牙的战术，全部分散开去支援步兵。反观德军却创造性地将坦克集中成一个独立作战的装甲师，加上空军和步兵协同作战，很快便突破了波军的防线。而地处平原的波兰根本扛不住这种机械化部队的入侵，面对源源不断的坦克和空军的闪击，他们只能凭着一腔热血，抬着大刀长矛去砍坦克。至于英法只是宣而不战，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。经过27天的激战，首都华沙沦陷。次日，苏联和德国纳粹按照先前签订的秘密协议，共同平分了波兰。此时希特勒准备趁热打铁，一举拿下英法，但现实不是打游戏，大军从东边调往西边还需要一段时间，而且在波兰一战中，德军有不少伤亡，还损失了1/4的飞机，战术上需要重新调整。最终在多数将领的反对下，希特勒决定推迟行动，待来年春天再发动进攻。在此期间，英法两国加紧备战，在主要的城市部署了高射炮，建造了防空洞，疏散了所有的妇女儿童。英国内阁还立马进行了改组。当时有个议员正在家里砌墙时，突然被请出来担任海军大臣，他就是温斯顿·丘吉尔。希特勒深知英国海军天下无敌，不可与之硬刚，但英国作为一个岛国，非常依赖海上贸易来维持生产生活。于是希特勒便专门派巡洋舰去袭击英国商船，以切断英国的海上补给线。到1939年年底，德军已击毁了100多艘英国商船，另外还有一艘航母和一艘战列舰被德军的潜艇击沉。此外，许多英国船只在没碰到德国水雷的情况下竟然被炸了，那些水雷就好像长了眼睛似的，会认人，一见到姓英的就爆炸。经过拆解研究，英军发现这是一种新型的磁性水雷，内置了一根磁针，当达到一定的磁场强度时，便会接通线路自动爆炸。为此，英军在船只外部安装了通电的铜线，进行了消磁处理，有效抵御了这种水雷的威胁。而挪威是德国进口铁矿的唯一通道，一旦英法登陆这里，便等于切断了德国军工的生命线。于是，在1940年，希特勒抢先一步拿下了挪威，并顺路拾了一个丹麦。这样来，德军不仅稳固了自己的战略物资供应线，还为空军提供了一个进攻英国的跳板。在此期间，双方基本都是小打小闹，大家都在秣马厉兵，筹划着即将到来的决战。从兵力上看，英法一共派出了110个师，装备了3000辆坦克、800架轰炸机和2500架战斗机，而德军则拥有95个师、2700多辆坦克，以及2000架轰炸机和4000架战斗机。由于双方对武器的设计理念不同，导致最后发挥的效果也大相径庭。比如法国的夏尔坦克重达32吨，配备了2门火炮，缺点是主炮安装在坦克底部，不利于瞄准，上面的炮塔则只能容纳1个人，士兵既要负责发射火炮，要驾驶坦克，简直是反人类的设计。相比而言，德国最新设计的4号坦克仅重17吨，只有一门75毫米火炮，但宽敞的炮塔能容纳下3个人，非常利于团队配合，发挥出坦克的全部威力。另外，法国还拥有一个金钟罩，这便是闻名世界的马奇诺防线。这条防线长达800多公里，修了整整10年，耗资50亿法郎，堪比法国版的长城。整条防线由一连串坚固的堡垒组成，共计有5800个永备工事，要塞的顶盖和外壁厚达3米多，能扛得住2发420毫米巨炮的直接轰击。每个工事之间通过隧道和铁路相连，能快速地进行机动作战。即便是在被包围的情况下，防线内部储存的水和食物也足以让士兵们坚持3个月以上。因此，法国将40个师都配置在了这条漫长的防线上，将胜利的希望都寄托到了这些钢筋水泥里。他们似乎忘记了老祖宗的那句格言：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。而双方的战术理念也完全不同。德军将所有坦克集中在一起，准备打一场快准狠的闪电战；英法则墨守成规，准备像一战那样打阵地防御战。因此，坦克全被分散到了各个部队中，用于支援步兵。但双方最大的不同在于战略判断。
首先，英法坚信西边有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，德军来了就是送死，因此德军一定会像一战那样先挺进比利时，再南下攻占巴黎。所以英法计划前往比利时，在易守难攻的迪莱和莫兹河一带和德军打持久战。一战时德军就是这样被活活耗死在了战壕里。而希特勒已经预判了英法的预判。1940年1月，英法从一架迷路迫降的德军飞机上发现了一份作战计划，上面与他们的猜想不谋而合，这使英法更加坚信了自己的战略判断。我想他们肯定没有看过中国的《三国演义》，也不知道什么叫讲干道书。事实上，希特勒并没有按套路出牌。1940年5月10号，他派 B 集团军迅速夺取了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埃梅尔要塞，并击溃了比利时的前线部队。这时，集结在法国北部的英法主力按照计划越过比利时边境，向迪莱和莫兹河一带进发。他们并不知道 B 集团军只是一支演员。此时，德军真正的主力部队 A 集团军正悄然穿过阿登森林。英法原以为这里是森林密布的丘陵地带，德军的装甲部队根本过不来，所以只在这里部署了少量的兵力。然而对希特勒来说，这里恰恰是英法联军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漏洞。5月14号，德军装甲师在古德里安的率领下成功翻过阿登山地，并攻占了法国重镇色当。期间，英法派出大量的轰炸机，试图摧毁德军搭建的浮桥，阻止装甲师通过，但多半都被德国空军给击落了。随后，德军巧妙地绕开马奇诺防线，来到了英法联军的背后，准备狠狠地给他们来上一刀。经过一番快准狠的攻势，腹背受敌的40万英法联军被迫退守到了敦刻尔克。此时他们唯一的活路就是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，两岸之间最短的距离仅有40多公里。不过德军已将此地团团围住，英法联军是插翅难飞。就在英法全军覆没之际，希特勒竟然没有乘胜追击，而是下令让装甲部队原地休整，等待步兵和空军来收割残局。正这道命令使英法联军有了喘息之机，从而创造了敦刻尔克的奇迹。后来许多人认为这是希特勒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第一个错误，哪怕再多扛一天，也不至于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。在此期间，英国迅速启动了一个名为发电机计划的大规模撤退行动。为此，英国征用了所有的小型民用船只，包括渔船、帆船和游艇。许多英国民众甚至驾驶着自己的轻舟，赶赴到炮火连天的敦刻尔克参与救援行动。希特勒停止进攻的命令是在5月24号下达的，但仅仅过了2天，他就后悔了，立马又命装甲部队再次发起攻击。不料一场大雨却将坦克困在了泥泞中。为了阻挠救援，他派空军不断地对海滩实施轰炸。英国几乎出动了所有的战斗机来阻截德国空军。到6月4号，一共有33万士兵安全撤回了英国，而负责断后的10万法军死死顶住了德军的猛烈进攻。硬是扛到了最后一批士兵接走后，他们才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撤离。6月14号，德国纳粹攻破了巴黎，希特勒终于拿到了德国皇帝威廉2世在1914年错过的战利品。一直到这个时候，德军才开始攻击那条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，但防线内的守军已是孤立无援。经过一阵猛烈的炮击后，驻守在防线内的法军几乎是不战而降。6月21号，希特勒选择在贡比涅的一节车厢里和法国签署了停战协定。当年一战战败后，德国便是在这里签的投降书。今天希特勒选择在同一地点、同一车厢签署停战协定，便是要一雪前耻。虽然纳粹的铁蹄已经征服了北欧的大半领土，但他们有术无道，不得人心。英法联军虽然遭受了重创，但却顺利脱困，为未来的反攻保留了火种。